应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邀请，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于12月5日至8日访华。这是黄循财首次以新加坡第4代领导团队领军人物的身份，率领多名高层要员访华，中心达成包括进一步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30天等在内的24项成果。12月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李强表示，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李显龙总理共同宣布，将中新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中方愿同新方一道，遵循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从地区和全球层面看待两国关系，坚持高水平战略互信，推进高质量互利合作，以进一步升级自贸协定为契机，推动中新合作提质升级，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加强团结协作，为区域一体化持续注入新动力。中方也非常愿意和新方一道能够促进在新的时代里面我们的各方面的合作能够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黄循财表示，新方高度重视新中关系，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在经贸、投资、数字经济等领域深入推进务实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新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As you said,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are in excellent order, and we've had a very good momentum of high-level exchange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也在京会见黄循财，双方就中新经贸合作、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等议题交换看法。黄循财此次访华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7号在天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共同主持第19届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简称 JCBC。此次会议既是中新关系定位提升后召开的首次会议，也是丁薛祥与黄循财两位副总理首次以新身份主持这一两国最高层级的机制性沟通会议。黄循财在会议开场时就首先表示，新加坡将继续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推进两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The JCBC this year is taking pla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economic headwinds,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ontinued global warming. It is therefore all the more important for our two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and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mongst ourselves amidst the turbulence around us.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一口气达成24项成果。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数量之多实属罕见，显现双方加深和扩大合作的真诚意愿。在这24项成果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双方签署了升级版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这将为两国提供更多商业友好、自由和透明的政策，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中国商务部指出，这份议定书以负面清单模式作出服务和投资开放承诺，为双方投资者和服务提供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并进一步拓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新加坡贸工部部长严金勇表示，升级版贸易协定将促进新加坡和中国之间更大的贸易和投资。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升级版贸易协定将令新加坡从业者在中国服务业获得更大准入。中国将在建筑和工程服务、零售和批发、技术测试和分析服务等22个领域不限制新加坡投资者的外资股比。协定还增设电信服务章节。服务贸易跟投资领域呢，这是新加坡在整个的地区的经济格局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和一个优势。那么这个也是新加坡历来的一个重点合作的领域所在。还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前本身随着中国东盟这个自贸区3.0谈判的这种加速推进，以及包括 RCEP 的全面生效，那么这些地区的这个合作架构呢，也将为中新的这种经贸合作的这种持续深入呢，
提供新的动力。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两国决定将通过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30天的安排，推动更多人员交流。这一消息迅速受到中新两国民众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据悉，双方正在制定运作细则，争取在2024年早些时候落实相关安排。丁薛祥表示，目前有超过4万名中国学生在新加坡学习，免签安排将有助于我们两国加强人员往来，从而巩固双边关系。黄循才表示，支撑新中各类合作项目的基础是人员往来，希望两国直航航班数量超过疫情前水平。新免签安排落实后，将显著便利两国人员和商务往来，并提升新加坡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也有望促进两国的旅游消费。旅行服务提供商携程的数据显示，中新互免签证消息一出，新加坡旅游的搜索量在1小时内激增8成，机票搜索量增长9成，酒店搜索量增长5成。中国即将迎来元旦、寒假和春节假期，若新中30天互免签证在这段时间得以落实，再加上此时段新加坡气候宜人，定会大大提升中国公民赴新加坡休闲旅游的预订量。有新加坡旅游公司已经开始策划相关产品。事实上，新加坡一直是中国公民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也是入境游的重要客源地之一。今年以来，格鲁吉亚、泰国、突尼斯、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已陆续对中国游客免签。旅游业界人士期待，在新加坡免签政策正式落地后，将与马来西亚、泰国等地联点成线，形成一条新马泰免签黄金线路。深圳卫视注意到，24项成果中还包括跨境旅游数字人民币试点。中国人民银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将就允许两国游客使用电子人民币在新加坡和中国进行旅游消费开展试点。这意味着中国公民在新加坡商场购物时，或将可以直接使用微信支付或支付宝支付进行结算，大大增强旅客在海外旅行期间购物时的便利性。据悉，双方已就新加坡 PayNow 和银联之间的跨境支付合作进行了早期可行性讨论。那么，新加坡它这种本身的这种开放、自由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以及它在这个东盟内部呢这种举足轻重的这种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这种地位呢，也使得它也成为了东盟和中国经济合作的这种桥梁。那么，东盟呢已经连续3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呢也将会继续的扮演这种推动者，助力整个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的这次访华，新加坡主流媒体纷纷在报道中指出，这是他首次以新加坡总理接班人身份开展中国之行，而他这次带来一支阵容豪华的访问团，对中新关系来说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年仅50岁的黄循财何以成为新加坡第4代领导班子的领军人物？来看看报道。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分别会面后，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的访华行程仍在继续。8号，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国财政部长蓝福安会面。新加坡媒体形容，黄循财此次访华缔造了多个首次。This marks the first time that DPM Wong and Vice Premier Ding are co-chairing the JCBC meeting, following leadership reshuffles in both countries. It i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meeting is taking place since Singapore and China upgraded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ack in March. 随团而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注意到，李强总理6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来访的黄循财时，对其说的第一句开场白便是：“你这次带来的团队特别，体现了对中方的重视。”上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正式宣布将于明年大选之前交棒黄循财，因此这是黄循财首次以总理接班人的身份访华。而访问团阵容可谓空前豪华，不仅包括教育部长陈振声、卫生部长王以康等新加坡第4代领导班子主要成员，还包括其他5名部长、3名政务部长。但是内阁就出动了1/3的成员，分别代表贸易与工业、教育、卫生、新闻通讯、住房、交通、环境等部门。可见，在黄循财此行中，中新双方讨论的议题相当广泛。
新加坡舆论指，这是新加坡政治领导层换班部署的一次重要的对外铺垫之旅，确保新中两国政府过去数十年来所建立的良好密切关系，在新加坡第4代领导班子接班后顺利延续并发扬光大。黄循财高度重视这次访华行程，启程前他特意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传短视频介绍本次访华行程，还配上中国人气男团 TFBOYS 歌曲《大梦想家》作为背景音乐。 Hi everyone, I'll be heading out to China very soon, and I'll be visiting Beijing and Tianjin. 访华期间，黄循财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在动荡的世界中更新、重塑和巩固新中合作关系》的署名文章，深情回忆自己亲身参与过的新中合作项目，阐释自己和中国的工作纽带。黄循财写道：2015年至2020年，我以国家发展部长的身份参与天津生态城的发展工作。2019年至2022年，我也担任新加坡上海市全面合作理事会的联合主席。过程中，我亲眼见证中国人民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展现的雄心与壮志，以及新中两国官员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8号转场天津后，黄循财在社交平台第一时间更新行程，表示很高兴能与丁薛祥副总理一起重返天津，见证这里的发展进程。循财提到，我们一起种树栽花，并主持了绿色创新园的奠基仪式。相信在两国支持下，园区将作为低碳发展和增长的示范区蓬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黄循财提及他与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的会面时，使用了新加坡的老朋友一词来形容对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随行记者表示，从新中两国官员的互动中，足见双方关系的自然友好。这种彼此熟络的感觉，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多年的接触、频密互访与实质合作，才达到今天的状态。这名记者在报道侧记中透露，黄循财此前在与李强和何立峰的会见中，都首先用中文和他们寒暄。何立峰一见黄循财就说：“去年我们还在一起吃过饭。”黄循财回说：“对呀，你还记得。”见到新加坡教育部长陈振声时，何立峰开玩笑赞他越来越年轻，引来在场的人开怀大笑。何立峰还特别提到2017年同黄循财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并说一晃也就6年多过去了，看到你这6年多来不断的进步，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职务，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黄循财的署名文章评论称，新中高层的亲切互动证明，尽管两国的国土面积、历史和国情都有所不同，但彼此有着许多相同的理想，也面对许多共同的挑战。黄循财用行动说明，他对新中两国能凝聚共识、携手合作，以促进彼此的增长，在新兴领域创造新机遇，为两国人民打造更美好的未来有信心。黄循财自从被确定为新一代的这个领导团队的核心以来呢，也通过各种的渠道，也成为了这个中国和新加坡双边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联络人。那么通过这个他多年的对华的这种接触跟合作呢，也积累了相当多的这种对华沟通和交流的这种经验。那么这种经历呢，也将对他在未来继续推动中新双边合作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观察指出，新加坡大选临近，领导班子即将交接，能否继续处理好与大国和邻国关系，成为摆在黄循财面前一道重要考题。此前，李显龙指定的接班人是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随着王瑞杰于2021年4月以健康原因请辞，这个位置空悬长达1年。直到去年4月，李显龙正式宣布了黄循财将接任的消息，国际舆论当时有所质疑，外交和政治经验不足的新面孔黄循财是否能够胜任。祖籍中国海南的黄循财出身新加坡普通人家，小学到高中都在社区学校就读。持政府奖学金赴美深造后，黄循财回国加入公务员团队，先后在贸工部、财政部和卫生部，并在李显龙就任总理后出任其私人秘书。深圳卫视通过翻阅黄循财的简历发现，他至少在新加坡8个政府部门担任过要职，其中不乏财政部、国防部等核心部门。而真正让黄循财脱颖而出的是其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
2020年1月，新加坡政府紧急成立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黄循财担任联合主席，常常出现于新闻发布会上，以清晰易懂的语言解释新加坡的抗疫政策。作为国际交通和经贸的重要枢纽，新加坡经受了多轮疫情的考验，黄循财因此获得更多肯定和关注。在新加坡疫情最严峻的时刻，黄循财对民众的苦难还表现出充分的共情能力，让他的形象得到大幅提升。2020年3月，黄循财在国会分享全民一心的抗疫历程时，哽咽将近3分钟。有评论形容称，会为新加坡人流泪的人，就是可以信任的人。Mr. Speaker, words are not sufficient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for all of those who are除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合格表现，黄循财还特别善于使用社交媒体，常在公众面前展露吉他才艺，讲述父母与家庭故事，分享宠物与生活点滴，以塑造出亲民形象有精英中的草根之评价。在国际局势日益动荡多变下，黄循财的对外政策也成为焦点。今年2月，黄循财曾在公开演说中阐述了相关思考。当时他谈到了中美竞争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和影响。Competition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will continue to rise as the major powers race for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the global economy. Singapore has to adapt to this new era. 外界注意到，早在去年4月，黄循财在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席一场对话会时，就中美关系发表看法。黄循财强调，美国与中国通过合作可为世界带来更好结果，这远比试图遏制中国崛起更好。It will be highly destabilizing for everyone, including America. Trying to contain China's rise, I think, will be very difficult. It will not be effective. China will develop on its own, and America will not be able to cause China to become more like America. But despite these differences, both U.S. and China have many shared interests. 接受彭博社采访时，黄循财表示，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022年到访台湾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急剧转差，世界2个最大经济体正处于令人非常担忧的轨道上，并称国际社会正在进入一个世界新秩序。近年来，贸易、经济和金融常被用作地缘政治竞赛的工具。We always worry. I mean, the good thing is that both sides have made very clear they do not want to enter into conflict. But as I mentioned just now,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have not changed. America considers China its strategic rival. And the more America takes action in that direction, the more China will feel trying to keep me down permanently, to contain me. So the risk of us moving into a more bifurcated and balkanized world still remains. 日经亚洲指出，黄循财就中美关系等表态与李显龙类似，都强调了新加坡不愿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也不认可美方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若黄循财未来顺利成为新加坡总理，其外交政策将追随前任领导人的脚步。未来的话，新加坡呢，我觉得它还会继续的扮演这种在大国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平衡者的角色。那么同时呢，无论是在这个东盟的框架内部，还是在这个新加坡与其他的这个大国的双边的这个层面上，它就会继续呢发挥它自身的独特的这种魅力和这种优势。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黄循财今天结束4天访华行程，期间和多位中国领导人会见会谈，并与中方共同主持双边合作联委会会议。那么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应该说这是新加坡方面高度重视、精心准备的一次重磅访问。那么意在通过此访呢，对外释放强烈的信号。黄循财本人也在行前与新加坡的中英文的大报发表双语的署名文章。堪与《海峡时报》的英文版文章呢，在标题中更是直接阐明，此次访华有3大目标，也就是扩大经济联系、重塑产业格局、强化新中关系。他在文中就强调，新中联委会 JCBC 会议呢，已经成为两国评估双边合作，并且确立战略方向的最高机制。那么，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刊发的社评文章，新中加大合作，应对全球经济逆风的。也特别指出，黄循财
率领的这个访华团啊，阵容之大，历来罕见，可以说缔造了多项第一。那么这是黄循财去年6月升任副总理之后，首次以总理接班人的姿态率团访华，并且呢，首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共同主持 JCBC 会议，也因此对新方意欲借此访对外释放的信号意义呢，至少可以有3重研判。首先，黄循财他首次带领师承的第4代领导团队集体向全世界亮相，那么力图来展示新加坡国家治理的延续性与前瞻性。那么至于集体亮相何以会选择中国，所谓选择及立场意义不言自明。那么其次当然是对新中关系的加持与推动，而且呢也是在彰显新一代领导集体他们的共同意志与传承决心。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华期间和中国元首共同宣布，把中新关系由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升级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那么李显龙当时就阐释，高质量意味着彼此共同创造更加有效、更加有创意的新构想。那么前瞻性意味着要为未来做准备，要瞄准5年、10年后的新中合作。所以啊，新加坡新一代领导集体，他们是基于政治传承，以长期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关系，期待进一步打开中新合作的空间。那么最后，中方以高规格接待、丰硕的会谈成果来回报新加坡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诚意、努力与期待。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副总理何立峰分别会见了黄循财一行，而丁薛祥与黄循财昨天共同主持的 JCBC 会议，更是取得了24项成果，可以说把中新全方位伙伴关系的高质量与前瞻性全面落实落细，实现产业落地了。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中新关系久经考验，一路传承的佳话，确实是对外部世界带来极大的启示。那在您看来，中新关系的发展与传承给世界带来哪些启示？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新加坡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是小国大外交的典范。事实上新加坡曾经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由新中两国共同创意推动的苏州工业园模式，堪称是中国早期对外开放的样本工程之一。当然了，在此过程中，中新实现了双赢，新方也收获了中国市场、中国机遇带来的丰厚收益。今年我供职的深圳广电集团精心制作长篇纪录片《李光耀与中国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就是特区媒体人的发愿行动，在迎来新加坡国父诞生10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重要的时间节点，来系统回溯这段历史，来挖掘两国共有的今生财富。那么，如果置身于外交场域，新加坡知道它是如何炼成的呢？开国总理李光耀，他的政治智慧与世界洞察早就有口皆碑了。难能可贵的是，新加坡历任领导人都能够延续这样一种战略清醒，即便是在乱云飞渡的大变局中，仍然能够坚持做出独立独到的判断。比如就在几个月前，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在北京出席香山论坛时，就曾语惊四座：未来10年，亚太最大的挑战是要防止类似巴以冲突在区内重演。而此前他在美国出席防务论坛时更是直言，台湾问题是中国战略红线中的红线。放眼全球，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可谓是大声疾呼反对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政治家第一人。他曾经为此投书美国大刊，也曾经在美西方的各种论坛上就此来阐释申辩。我个人观察，作为接班人黄循财副总理，他也充分展现了新加坡政治家的这种特质。黄循财去年在出席美国智库彼得森研究所的一场论坛时就曾明确指出，尝试围堵中国不仅十分困难，也不会有效，中国增长趋势不可阻挡。而4个多月前，在纪念李光耀100年诞辰的一场主题会上，黄循财再度重申，封禁任何芯片都不会让中国现代化的努力进入停顿，美国必须学会与中国共处。昨天，中国元首会见2位欧盟最高领导人，犀利警示3个不能，也就是不能够因为制度不同就视彼此为对手，不能因为出现竞争就减少合作，不能因为存在分歧就进行对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加坡它始终站在3个不能的对立面，站在小院高墙、阵营对抗的对立面，因而呢，始终在书写对华合作的新篇。我认为，这正是中新关系高质量与前瞻性的内涵体现，是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投下的信任和信心票。当然这也正是对外部世界的最大启示。第24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在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25周年的重要节点上举行的这次会晤备受外界关注。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欧盟领导人对会晤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也提出了欧方关注的热点问题。8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也介绍了这次会晤的成果。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坦诚、深入、富有成效，增进了中欧双方相互了解，深化了战略沟通，凝聚了合作共识。汪文斌介绍，中欧双方一是明确了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双方同意发挥好中欧领导人会晤和5大高层对话的引领作用，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增强中欧关系的稳定性、互惠性。2是确定了中欧加强互利合作的重点领域，3是彰显了中欧加快恢复人员往来的积极意愿，4是发出了中欧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有力信号。针对欧洲方面多次提及的所谓贸易平衡问题，汪文斌指出，中欧贸易现状是宏观经济环境、国际贸易条件和双方产业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的归责给某一方，或者归咎于市场准入问题。欧方反复提及，去年对华贸易逆差大涨，这更多是受到能源价格大涨、地缘政治等具有特殊性因素的影响。今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经大幅下降，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将继续向欧洲开放，我们欢迎欧洲企业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带来的机遇。同时，我们也希望欧盟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这将有力推动双边贸易更加平衡发展。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9月开始，欧盟方面数次提到欧中贸易逆差近4000亿欧元的问题，中方则多次作出解释，表示贸易数据并不能反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下中欧贸易的利益分配格局。在华欧企超1/3的出口返销欧洲，表面上看中国拥有顺差，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利润是由欧方享有的。买卖是双方的事情，如果欧方一方面在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设置严苛限制，另一方面希望大幅增加对华出口，这恐怕不太合常理。7号晚，在会晤结束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盟驻华代表团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强调，会晤的层次丰富，多项工作继续推进。中国是欧盟重要的经济伙伴，每天的商品贸易额超过20亿欧元。欧盟和中国在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方面拥有共同利益。This summit was prepared by many high-level dialogues on trade and economy, climate, environment, digital, 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policy issues. And today, we continue to build on this work. The EU and China, we have a shared interest in a stable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再次强调，欧盟无意与中国脱钩。 Today's summit was already my second visit to China this year, and I think this is certainly testimony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EU-China relationship.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here too. Europe does not want to decouple from China. We do not want a decoupling from China. What we want is de-risking. So de-risking is about managing the risks we see, addressing excessive dependencies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of our supply chains, so strengthen our supply chain, have more robust supply chain from several suppliers, and thus increasing our resilience. 事实上，去风险一词本身就是冯德莱恩于今年4月首创的政治术语，用以替代美方提出的对抗意味十足的脱钩一词。此后，去风险的说法逐渐成为美欧阐述其对华政策的高频词。6月时，欧盟内部达成共识，同意通过减少对中国企业的依赖，声称努力为供应链去风险。
中方则多次强调，所谓去风险就是去中国机遇，是换汤不换药的脱钩。这个原先呢是我们知道啊，更多的是讲脱钩啊，后来呢发现脱钩是不现实的，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这个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还是相应的，比如说气候变化、数字合作等等都是不可能脱钩的。深圳卫视注意到，虽然欧方改用相对温和的去风险一词，但在欧洲内部仍有不小分歧，尤其是工商界强烈反对这一新名词。今年7月，德国博士集团董事会主席史蒂凡·哈通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欧洲国家不应该炒作企业在华风险，而是要致力于提高欧盟的竞争力。他直言，欧洲无法通过孤立自己来降低风险。《金融时报》也提到，与欧盟方面主张推动对中国产电动汽车采取双反调查不同，德国企业普遍希望以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方式来公平竞争，同时通过与中国商业伙伴合作的方式取得技术进步，开拓市场。例如，德国博士集团斥资培训更多员工，以更好地适应电动汽车时代。今年1月，博士还宣布投资10亿美元，在苏州打造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及自动驾驶研发制造基地。德国工商组织此前则发布评估报告指，欧洲如果想要对华去风险，在执行层面将面临众多困难。近日，法国雅克德鲁尔研究所也发布报告指，借助中国实现自身发展壮大是欧盟必然选择，呼吁欧方在所谓去风险问题上牢守理性底线，奉行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加强能源、绿色、科技等各领域互利务实合作。从它本身来谈呢，我觉得并不令人奇怪因为这个去风险这个概念本身是他提出来的，而且他也是这个欧盟领导人当中比较强调这个跟美国合作或者是提相关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主要的是怎么样反对去风险的泛化。实际上它内部也是有一个逐渐在界定什么是风险。值得警惕的是，对于这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刻意放大、渲染分歧，但这与事实不符。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欧双方都高度评价此次峰会，并认为即便双方存在分歧，也能通过对话展开建设性讨论。新加坡媒体注意到，虽然欧洲领导人表达了一些关切，但在措辞上十分谨慎，并着重强调了中国对于欧洲的重要性。The fact that the summit is happening in of itself is an achievement, according to EU officials. They told me we're not looking for major breakthroughs or deliverables, but rather having those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s. 欧洲理事会的网站上也详细介绍了此次会晤取得的重要成果，指出这次峰会是与中国政府最高层接触，并寻求建设性和稳定的中欧关系的机会。欧盟和中国都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的、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应对当今时代的关键挑战。美联社指出，欧盟正在为化妆品、婴儿配方奶粉、医疗器械、葡萄酒和其他酒精饮料等一系列产品寻求更好的市场准入。深圳卫视注意到，欧洲方面对于中欧在增加地理标志产品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十分满意。据悉，欧盟将推动把175种产品纳入地理标志保护。当前，中欧互为第2大贸易伙伴，已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2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2.4%。同年，欧洲对华投资121亿美元，大幅增长70%。中国对欧投资111亿美元，增长21%。新能源与汽车等领域均是双方投资最大热点。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在此次会晤期间明确表示，中国愿将欧盟作为经贸合作的关键伙伴、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可信伙伴。3大伙伴的目标定位引发外界关注，被认为极具信号意义。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非正式对话中宣布，将参加2024年新一届总统选举。而在12月7号，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伊朗总统莱西举行会谈。在此之前，普京闪电出访沙特和阿联酋，并在会晤之后呼吁所有欧佩克加成员国加入一项减产协议。48小时内，普京与3个主要能源出口大国互动，释放出哪些信号？在俄乌冲突以来，普京出国访问的频率显著降低，现在突然增多，意味着俄乌冲突局势的哪些变化？来看看报道。Знаете, я был в регионе в соседнем. Коллегам прямо прилетал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хотел вообще приземлиться и прямо в Тегеране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Но мне говорят, уже президент собрался, улетает в Москву. Вот, у нас отношения развиваютс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普京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来访的伊朗总统莱西，开场白十分有人情味。普京表示，俄伊去年双边贸易额增长20%，约合人民币360亿元。双方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文教育等各领域取得积极进展。计划于今年底签订的伊朗与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协定，将为扩大双方合作创造更多机遇。后者是俄罗斯主导的几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共同参与的国际贸易机制。伊朗总统莱西表示，伊俄合作开展顺利，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和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今天的会谈将为推动双边合作创造新的有利条件。双方还谈到巴以冲突等国际热点局势。俄新社在报道中指出，石油产能合作是莱西这次访俄的重点议题。俄伊都是产油大国，传统友谊十分深厚。近年来，两国都面临遭受美西方严厉制裁和极限施压的问题，因此在能源方面的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透露，将与伊朗签署一项宣言，主要内容是加强合作来战胜美国的制裁。对此，美方反应强烈。6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记者会表示，长期以来，俄罗斯和伊朗都试图逃避美国的制裁，因此美方有时会对这两个国家追加新制裁措施。有伊朗政治学者认为，反美国霸权是该国与俄罗斯成为更伟大朋友的主要动力。伊朗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遭遇美方的极限施压，积累了丰富的反制裁经验，其中之一就是与友好国家加强合作。伊朗驻俄大使贾拉利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两国合作对抗美国和西方霸权，将为新世界秩序的形成进程以及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做出重要贡献。And we know for a fact that Iran has been under sanctions for a very, very long time, and now Russia is in the same bloc. So both can also learn actually from this experience that Iran had with the American sanctions in the energy sector. So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总统此前会面的前一天，普京刚刚结束对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闪电式访问。彭博社指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普京的出国访问安排就相当罕见。普京这次中东之行虽然时间很短，但排场十足。美联社甚至用罕见的盛大场面来形容阿联酋对普京的欢迎仪式。俄罗斯《生意人报》还公布来自俄军方的视频显示，普京专机有两侧各2架苏35S 战机护航，每架战机外部挂载4枚空对空导弹。路透社报道指出，俄罗斯和沙特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派克加机制的2大领导国家。两国这次呼吁所有欧派克加成员国加入一项减产协议，并称目的是稳定全球油价，提振全球经济。近期石油价格走弱，11月环比降幅达到2位数，一度创下3个月以来新低。分析指出，这损害了石油出口国的利益。实际上，美国今年以来通胀持续下降，被认为与油价下跌有直接关系。外界注意到，去年10月，欧派克加宣布将原油日均总产量下调200万桶时，反对最强烈的就是美国。当时，美国总统等还访问沙特，修补两国关系，并施压沙特不要减产，但遭到了拒绝。
观察认为，本轮减产后，国际油价将出现上扬，但对手中握有不少长期供应合约的国家则影响不大。也有观察指出，本轮石油减产对油价的影响不大。实际上，最近3个交易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仍在持续下跌，主要原因是国际产供链受阻，经济复苏乏力导致需求不足，而此前主要产油国开足马力生产，也造成市场供大于求。在这之前呢，其实欧佩克加呢已经提出来新一轮的减产协议，但是我们看到效果呢并不明显。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普京去访问沙特，访问这个阿联酋，能够进一步面对面的与这个中东的石油大国、生产大国来提出减产限价。有媒体在分析普京闪电访问中东2国的原因时，还提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面临的战略压力骤然减轻，美国甚至不得不将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调回，用以支援以色列，因此俄军在前线的压力明显减轻。近日，美国国会又否决了援乌预算，因此俄方评估认为到了进行外交反击的关键时刻，而能源成为了俄罗斯最有力的武器。在过去2年中，俄罗斯借国际油价上涨，成功打赢了卢布保卫战。俄罗斯国家经济也保持正常运行，这无疑增加了俄罗斯的战略自信。总体来看呢，我认为俄罗斯今年的这个对中东政策乃至整个的全方位的这个政策、外交政策呢，还是相当成功的。它不仅仅的就是在这个中东地区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呢，给美国和这个等西方国家呢，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这个外交的这个姿态。俄罗斯将会进一步的与西方去争夺全世界的这个地缘政治空间。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普京近期一系列外交动作的同时，对俄罗斯极限施压、进行多轮制裁的欧美却产生了明显的危机感。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普京闪电访问是在向欧美宣示国际影响力。还有欧洲舆论指出，巴以冲突让国际社会的焦点转向了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事实上，美国一边倒支持以色列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他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因此，普京以元首外交强化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就受到这些国家的热烈欢迎。观察认为，普京在48小时内与中东3国互动，加大了西方的担忧，因为这似乎再次印证了西方集体对俄封锁和孤立政策的失败。